最近几周，中国高校里接连传出令人心痛的消息。一位41岁的副教授刚结婚不到2个星期，就在校园里跳楼；一位35岁的浙大博导从教学楼一跃而下；还有一位34岁的山大教授因长期超负荷工作，突然倒在实验室。这些人不是普通人，他们都是学术界的精英，本该在科研和教学的舞台上大放异彩，可为什么他们却一个接一个走到了生命的尽头？背后的关键词只有2个字：内卷。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王真。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，41岁的副教授黄凯，今年7月底才刚刚举办婚礼，结果8月12号，他却选择从楼上跳下。关于黄凯如何走上绝路的原因，他工作的学校没有公开回应，官网则悄悄删除了黄凯的相关介绍。那么黄凯是谁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，2011年博士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。他的导师还是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约翰·布拉尼。回国后，他在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任教，先是助理教授，后来升到副教授。他主要研究固体表面的物理和化学性质，发表过15篇学术论文，还主持过科研项目。他讲授的物理化学课程甚至被评为广东省一流本科课程，深受学生喜爱。2025年，他还入选了南粤优秀教师名单。按理说，这样一位优秀的青年学者本该前途无量，但他却以这种决绝的方式了结自己的生命，实在令人痛惜。关于黄凯选择一走了之的原因，有知情者用一个卷来回应，却并没有透露详细原因。网传他没能通过教师们所说的飞升急走考核，或是因为论文数量不足而晋升受阻，目前还没见到官方通报。令人遗憾的是，黄凯案例并非是孤立。就在8月4号，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也发生了一起坠楼事件。坠楼者是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的杜姓博士生导师，特聘副研究员，年仅35岁。他的研究方向是农业机器人、仿生软体机器人，走在科技最前沿。吉木新闻报道，浙江大学校方、院系、工会、同事对此事集体晋升。该教师离世的消息传出后，其死因在网络上引发多方猜测。有知情者透露，该教师本科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，一路读到浙江985大学博士，并留校任教，学术道路可谓步步艰辛。许多网友认为，他的坠楼是源于巨大工作压力与考核焦虑。根据公开信息，逝者2020年入职浙大，签订了特聘副研究员合同，该岗位更像一条博士后延长线，6年聘期内需通过考核方能进入校内100人计划轨道，如果不能达标，合同自然终止。杜老师的离世让学术界的飞升急走制度再次成为舆论焦点。该制度旨在激励青年教师在一定期限内，通常是3到6年，达成高水平的教学和科研成果，否则将面临离开学校的风险。一位自称是杜老师好友的王教授在朋友圈发文感叹，高校把老师当驴使，既要犁地又要产奶，还要拉磨。网友说，这话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当前高校青年教师面临的多重压力。他们不仅要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，还必须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，申请科研经费，指导研究生。任何一项短板都可能影响最终的考核结果。飞升急走的达摩克利斯剑就要落到头上。在中国，高校青年教师常被自嘲为青椒，可这群青椒的日子远远没有看起来那么光鲜。当前中国的学术环境竞争极度激烈，老师也得卷。青椒们长时间超负荷工作和休息不足，会引发精神压力，甚至导致精神崩溃。这位杜老师年仅35岁就已经是博导，正值学术生涯黄金时期。如果不是被卷得精疲力竭、心力交瘁，也不会选择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，令人感到无比痛惜。青年教师面临不达标就出局的风险，
导致职业稳定性低。这种不确定性引发强烈的焦虑感，心理和生活压力巨大，甚至有教师因高压工作猝亡或健康恶化。山东大学前沿交叉科学青岛研究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李海增在社交媒体上多次表达焦虑、好累、卷不动了的情绪，长期工作强度大而透支身体，有时甚至连续工作36个小时，终于因突发心梗离世，年仅34岁。上海交通大学一项针对女教师的调查显示，签订飞升急走合同的女教师中，有 61% 表示压力极大，远高于未签合同的女教师 45.5%。女性教师还面临生育与科研的矛盾，早期生育可能影响职业发展，而推迟生育又可能因年龄限制错过最佳时机。另外，部分高校的淘汰率极高，网络传言武汉大学的首批3+3聘期制考核中，通过率仅约 8.3%。48人申报，仅6人获得长聘。高淘汰率加剧了教师的生存焦虑。同时，随着博士毕业生数量激增，高校教师岗位竞争加剧，青年教师不得不接受飞升急走合同，因为僧多粥少，也缺乏其他选择。还有的高校大量引进青年教师，但仅保留少数人。如南方某高校6年引进8000余人，仅一小部分获得长聘。华东师范大学杨光才教授认为，高淘汰率可能导致人才流失，不利于教师队伍的稳定，更对年轻教师造成巨大压力。网络上对飞升急走的竞争持续发酵，引入飞升急走制度的初衷是打破高校能进不能出、能上不能下的聘任机制，破解高校内部论资排辈、近期繁殖等弊病，旨在激励人才。但部分高校将它异化为追求科研 GDP 的工具，通过高压考核逼迫教师产出成果，忽视培养和支持。这种走了样的做法面临3大争议：其一，不达标就出局，让青年教师压力倍增；其二，考核指标具有重论文轻教学倾向；其三，飞升急走的指挥棒被认为催生了大量短平快的浮漂式研究，也被批评为对青年教师的压榨，引发学术内卷和心理健康问题。部分网友认为该制度有助于筛选人才，激发潜力，但更多人批评这种制度造成高压和不公，认为应该不予采用。海外社交媒体 X 平台刘德华教授8月18号贴文，就称赞中国海洋大学不采用飞升急走、不搞竞争性淘汰的做法是一股清流，反映了对制度变味的不满。媒体半月谈指出，变味的飞升急走已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刻，呼吁更人性化的制度设计。目前已有少数高校，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、江苏师范大学、中国海洋大学等，明确不采用飞升急走，提供事业编制或6年过渡期不淘汰的政策，受到求职者欢迎。观众朋友，您对中国高校的飞升急走制度怎么看呢？对青年教师的职称晋升是否公平？欢迎留言分享，和我们一起讨论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